雷贝卡·瓦伦丁退网了是吧？好死，我开俩香槟。接到这么的来死不得，大家好，我是老申。黑神话悟空大家都玩了吧？别剧透啊，我最近事太多还没通关呢。截止到视频制作的前一天，我听到的消息是销量已经1240多万套了，可能会有出入，欢迎大家补充。现在的黑神话那是春风得意，销量爆炸，赛博照耀，万物警发，内外玩家齐声喝彩，谁不夸两句谁尴尬。一时激起千层浪，人间百态多样化，外网盟友都助拳，国内媒体齐声赞，晃得那赛博人妖无处遁形，气杀着妄族二鬼，阴阴狂吠，工业化出具雏形，扬眉吐气，后来者备受鼓舞，摩拳擦掌。于我个人而言，这个游戏的品质已经远远超出预期，当然这跟我预期管理的比较好是有一定的关系的，咱也不止一次在节目里说了，比 demo 强就行。你要说完美，这世界上哪有完美的游戏呢？所以我也好信去看差评，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评价，就各位玩梗要适度，咱别真的影响了游戏的舆情。不过咱们上期视频也说了，游戏发售前是媒体给游戏打分，发售后就是玩家给媒体打分了，所以我重点盯了两个外媒，一个是 IGN， 一个是 PC Gamer。咱读外网老哥的评论，看看国外的老哥是怎么看待这两个媒体的。首先是突然间华贵的 IGN 啊 ，IGN 你原来是有期待的吗？在黑神话悟空发售之后，虽然维斯里这位记者还在搞事儿，对，就是上次跟雷贝卡一起发文恶心黑神话那个人，但随着 IGN 的突然华贵，维斯里的文章也瞬间跟着眼神清澈，眉清目秀了起来。当然这是有原因的，一会儿我跟你说。那么面对 IGN 的华贵，下面的玩家是怎么评论的呢？黑神话悟空的开场打斗和场景绝对是电影，顺便贴了开场中孙悟空跟二郎神的打斗画面，这个相信各位都有体会。这位老哥说的是，此外西游记和孙悟空激发了鸟山明创作孙悟空的灵感，剩下的都已成为历史。什么叫自有大儒为我辩经啊？ IGN 你应该为你几个月来写的文章被扔掉而感到非常尴尬。如果 Sweet Baby 没有干涉过蜘蛛侠2，那么他肯定会是年度最佳。IGN 你能不能至少聘请一个正常的人，以游戏玩家的观点写专栏和做系列视频呢？你不是一直在揶揄他吗？你为什么又支持他了？他们最不想知道的关于这个传说的地方，就是那些试图玷污这款非凡游戏的垃圾 IGN 记者。不要点开那些记者的文章，他们一直在诽谤。现在看到黑神话在 Steam 上打破了记录，他们又想蹭热度。 IGN 我以为你讨厌这个游戏，你知道什么是耻辱吗？我永远不会忘记你所做的一切。太晚了，太晚了，现在才想起来拍马屁，太晚了。200万人在线，这么多 IGN 不再讨论 DEI， 还敢冒充悟空的粉丝，真是搞笑。 IGN 伪君子，前居而后恭，思之令人发笑。你并不是喜欢了这款游戏，只是这款游戏成功了，敢来蹭热度罢了。你他妈带你入坑地球 online 的女玩家的生命之门，就是一个虚伪无耻，活该全家死绝的混蛋东西。外国朋友们，你们可以通过1980年的电视剧《西游记》来了解孙悟空，你可以在油管上找到带有中文英文字幕的版本哦。好，各位外网大能也是在 IGN 的下边直抒胸臆。好啊，我这个人就不喜欢拐弯抹角。IGN 就记住一句话，老天爷为啥不用看片儿？因为人在做，天在看。而 PC Gamer 这边则是揪着之前爆出来的，咱也不知道真的假的，就说在游戏里不要讨论跟游戏无关的东西，把这个事儿直接贴在了叉上。那 PC Gamer 下边玩家又是怎么团建的呢？ Gromzy 老哥带头冲锋，你是否尝试过坚持讨论游戏和游戏的玩法？你受不了了是吗？因为你没上桌，你的嘴准备好喷出一些貌似是觉醒的废话，因为你正在因为你没有拿到 key 或者你下次拿不到 key 而生气。你读过这里的评论吗？我猜你不知道，因为到目前为止，这里几乎每一条评论都是支持黑神话悟空的。我们认为这种要求根本就不疯狂，我们认为你们是象牙塔里的记者，也就是不知人间疾苦，我们每个人都认为你是。你们已经散布了太多的废话，所以我明白你们为什么生气了。刚看到 IGN 的同一篇文章，如果这不是一次协调一致的媒体攻击，那我不知道什么才是。拿到产品密钥，开始新游戏，立即进入政治，而不是谈论游戏。游戏开发者不希望你这么做，我们不希望你们的左派废话政治影响我们的游戏。他们无视你，这让你很伤心，不是吗？是的，现在就买，谢谢你的广告。这是一个游戏，不是传播同性恋、女性议题和政治议程的平台。在你写你不知道的东西之前，也许可以多研究一下中国。西方游戏媒体正在摧毁游戏社区。跟 IGN 下边直抒胸臆的老哥比起来， PC Gamer 这边阴阳怪气占多数，突出一个杀伤力不大但侮辱性极强。这篇在 PC Gamer 官网的文章也已经关闭了评论区。你看，就像我之前说的嘛，经典敢做不敢当。那这件事儿跟雷贝卡·瓦伦丁退网有什么关联呢？之前有老哥在国外的论坛 Reset 了啊，我也不知道怎么念哈，先这么念了，发现了雷贝卡·瓦伦丁参
参与某一主题讨论时留下的一个回应。他回应的问题是，蕾贝卡，你为什么离开推特？蕾贝卡的回应是，不光是推特，而是所有的社交平台我都会离开一阵子。我一直努力挖掘的黑神话悟空的相关报道全都成了泡影。这个游戏有太多的玩家，我在这个世界上看到了太多的仇恨，我需要静一静，玩家们太可怕了。言外之意就是自己被网暴了呗，快进到郁退网复出不要笑挑战。你要是敢来一个黑神话悟空 reaction， 我算你牛逼。好，那么蕾贝卡瓦伦丁在退网之前又干了些什么呢？在8月17号的这篇帖子中，也就是说开发人员不希望在游戏里摄政啊等等之类的那个帖子，蕾贝卡瓦伦丁不止一次出现，一直以一个受害者的状态示人，反复强调他做的是对的，他自己没有得到他人的理解，他是为了这个世界，而且他不在乎别人怎么说他。当然各位你要明白啊，在论坛里如果有人在描述自己遭他人攻击时还会把语气词和哈哈之类的字样打在帖子里，那就说明他其实相当在意，而且这件事儿肯定对他已经造成了很大的心理上的影响。而这篇帖子中有2条蕾贝卡的回复非常值得关注，一条是这个，我们今天早上在 IGN 上发布的这篇文章显然广泛的报道了过去的争议，然后贴了个链接，这文章链过去就是维斯里的这篇文章。另外一个回复里则提到了另外一个人，他称之为齐勋，细节没说，但他提及了2个人曾经合力撰写过一篇文章，而他所提及的跟这位齐勋一起合写的文章便是去年11月20号在 IGN 上所刊载的臭名昭著的以政治和性别议题来对黑神话悟空进行抹黑的这篇文章。那你不禁会冒出这个疑问，这个齐勋是谁呢？目前看来这个人啊，咱也不知道为啥他的照片是黑白的，他是一位自由撰稿人，他的名字应该读作陈希勋。据目前已经挖掘出的信息，这个人他似乎一直在用厌女议题来攻击咱们中国的出海游戏，而他为之供稿的机构也赫然出现了 PC Gamer。 再结合 PC Gamer 之前那篇锁了评论的文章，我们大概能够得出一个相当有趣的结论。当然以下是我的个人推测，蕾贝卡瓦伦丁在退网之前把陈希勋和维斯里给卖了。维斯里之前都被 IGN 官方开盒了，还搁那傻了吧唧的抹黑黑神话，结果出乎他们意料，黑神话大火大卖，他的顶头上司 IGN 也不得不滑跪。人家维斯里也寻思呀，凭啥我得替蕾贝卡换潮呢？所以之后写的文章也跟着开始客观起来了。至于这个陈希勋，目前来看也正是因为蕾贝卡瓦伦丁在 reset 了不止一次的提到他，所以才激起了很多吃瓜群众的好奇心，把这个我也看不出来什么性别的人，把他做过和他可能做过的事儿都给挖了出来。所以这个陈希勋呐，你有机会啊，最好能够自证清白啊，别把蕾贝卡把火力转移到你身上之后你就破大防，然后还在社交媒体上呼吁大家玩盗版，然后还锁推，生怕别人不知道你破大防了。那至于另外一边蕾贝卡为什么会退网呢？这不禁让我想起句台词 First rule of politics, never believe anything until it's officially denied。 只有官方否认才可信呐。蕾贝卡瓦伦丁如果他认为他的事业是正义的，他做的是没错的，他为什么要退网呢？他没有原则吗？他没有底线吗？他是那种为了钱连脸都不要的人吗？他肯定不是为了挣钱，或者他嘴上肯定说自己不是为了挣钱，不然怎么时至今日还觉得自己是受害者呢？他总不可能像那种只打顺风局不会逆风牌，有利可图便下场收割，东窗事发却装聋作哑，硬扯大旗指点江山，激起民愤王八缩壳，偃旗息鼓数大块，临走不忘卖队友，满口仁义不作为，男盗女娼数家珍，收钱办事眼真相，出事跑路不担责，机关算尽终成空，曲终人散皆是梦。不会吧，不会吧，不会吧，他不会是这么不要脸的人吧？但确实咱不能否认，通过他呀，咱把国外的一些媒体的行为也传到一起了，而一些我们姑且称之为人的一些龌龊行径啊，也大白于天下。所以我在想一个问题，这帮天天拿多元化指摘黑神话的人，这什么妖魔鬼怪都蹦出来了，还不够多元化吗？所以各位记住，那些嘴里喊着多元平等包容的人，既不多元也不平等更不包容，他们不过是打着平权的旗号要求特权，以政治和性别议题抢夺定义，沉默的大多数一直被他们的声浪所压制。而经此一役，游戏厂商们也发现，那些所谓的被 Sweet Baby 指导过的游戏，它根本就卖不出去。而至于像 Sweet Baby 这样的组织为什么要染指游戏，希望游戏进行所谓的多元化，其实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玩游戏的人有一部分是孩子和年轻人，而当一个人的三观和对世界认知没有定型时，他很有可能会被经常接触且浩如烟海的文艺作品所影响。这种影响带来的可能是认知上的偏差，而偏差会带来怎样的后果，而后又有怎样的利益链，相信各位都有所耳闻。很明显，国外的老哥对这种操蛋事儿也终于忍无可忍，黑神话横空出世，正好借力打力，所以黑神话能够爆火，天时地利人和缺一不可，时也命也。全世界热爱游戏的玩家们团结起来，你我皆是
天命人，杀他个魂也丢来魄也落，神也发抖，鬼也哆嗦，打得那豺狼虎豹无处躲。